嗨，大家好，我是小玄子，欢迎来到本频道。有句话叫做“3岁定80”，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知道长大后一个人的思维个性要改变它有多困难。今天我们来谈谈，从普通家庭进阶到富人家庭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等等。我会以游戏来做比喻，这样大家更容易理解。相信很多人学生时期都有玩过线上打怪升级游戏，等会过程你可以将游戏名称代换成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像是免费玩家和付费玩家。代换就是普通家庭跟富人家庭，了解吗？那么继续咯，在生活中，从金钱的角度来看，普通玩家通常采用存量思维，而付费玩家则采用增量思维。这两种思考方式有何不同呢？新手普通玩家刚出村后依赖系统提供的装备，然后去村外打怪。当装备和武器用到极限时，他们需要回到村庄修理或购买补给品、XP 和 MP， 然后他们再次出村，以此循环提升等级。但每当他们回到村庄购买补给完后，他们发现自己的金钱所剩无几。为了赚更多的钱，他们可能尝试挑战更高级别的怪物，但运气不佳时可能会导致死亡。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失去装备，导致支出超过收入。当然，偶尔也会有好运时，怪物可能会掉落不错的装备，但普通玩家通常会选择将这些装备放到商店出售，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拿到一件装备，去打副本或挑战王可能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围，因此他们将装备出售，以便下次返回村庄时能够购买更多的补给，而且不必频繁返回村里。当装备卖出后拿到了钱，他们会买了稍微好一点的装备，再次补买药品，然后重复执行相同的事。这个案例就代表了一般玩家所采用的存量思维，而付费玩家从一开始就会前往游戏商城购买升级装备所需之物，将提供的武器和装备提升到最高级别，然后再去打怪。这样做可以缩短打怪的时间，同时怪物被迅速击杀后也让他们省下不少补给品费用。付费玩家也省去了频繁返回城市的时间，以此快速提升角色的等级。每次返回城市时，他们可能会去商店逛一下，看看有哪些装备可以帮助角色晋升到下一个阶段时可使用。然后当他们达到所需等级时且装备数字也不低，他们会进入副本挑战王并刷宝。由于他们采用的是更有效的升级策略，当其他普通玩家可能还在准备升级到40级时，付费玩家可能已经在50级副本中轻松享受游戏的乐趣。在同一时期进入游戏的人中，很少人能够与他们竞争。过程中如果获得了好的装备，他们可以选择穿戴上，或把装备出售给其他玩家，这样他们既可赚回之前花费的钱，而且也拥有最好的装备。最终，当他们厌倦了游戏时，他们可以出售整个游戏账号，再次获利。这就是存量思维和增量思维的实际案例比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个注重眼前，一个放眼于未来。所以藉由上述游戏的这个例子，相信你也慢慢觉察到普通家庭进阶到富人家庭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以下我分为几点。第一点，困难，未知的恐惧。你可能会告诉我，在游戏中，你若是普通玩家，当你打到好的装备，你会选择穿上，然后逐渐收集其他的装备部分，然后再前往副本挑战强大的敌人。你也认为这样做虽然会比付费玩家花上更多时间，但只要持续下去，总有一天可以会跟他们站在同一条线上。这是对的，我相信你在游戏中也会如此行事，因为在游戏中，你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即使你的虚拟角色阵亡，也只是一个游戏而已，不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实质的影响。但转回到现实生活中，如果要你去创业，而失败的代价可能需要牺牲存款甚至深陷债务，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会像在游戏中那么大胆。因为存量思维的人害怕失去，所以不敢冒险或挑战，并专注于保持目前所拥有的东西。然而，现实生活是残酷的，如果你不敢像在游戏中一样大胆的生活，你将难以跳脱一般家庭的生活，晋升到富人的家庭，尤其是因为这两者的起跑点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这也是为何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演化过程。第二点，困难，嫉妒的陷阱。刚才提到的游戏案例，你可能觉得有些不公平，因为付费玩家即使在副本中失败并失去装备，他们仍可以前往商店购买一般玩家达到的优秀装备，再次尝试挑战副本的王。但普通玩家一旦失败后需要重新开始，这种说法没错，但值得回想的是，富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富有的，每一个富人最开始都是普通玩家。那么他们最终如何变得富有呢？实际上，他们敢于挑战，把每次失败视为学习的机会。在过程中，他们发现副本的漏洞，并找到击败副本王的最佳时机，以避免致命伤害。他们通过一次次的失败经验，让自己在从阵亡到轻松获胜的过程中成长。现实生活中的老板也多数是在压力和负债的情况下一路奋斗，取得成功。就像猎豹是陆地动物中奔跑最快的，
但其狩猎失败率还是高达 50% 至 70% 之间。所以，无需嫉妒富人，因为他们只是做了普通人不敢尝试的事，且拥有失败后依然敢再挑战的勇气。千万不要有嫉妒仇富的心态，因为嫉妒是最愚蠢的罪恶，因为它只会给你带来痛苦，而不会带来快乐。因为有了仇富的心态，财富当然就离你远去。正确的做法是，对待与金钱财富相关的一切，都要怀着感恩和丰盛的心态去接受，财富才会愿意接近你。如同我这个频道就是抱持着帮助朋友们，透过个人成长，提升你的价值观，协助你建立更富有的思维和成功的生活。所以，请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哦。第3点，困难、已知的恐惧和反人性。成功的道路中，已知的恐惧和舒适区的束缚常常是人们面临的一大挑战。这种情况下，反人性意味着要去做那些可能违背个人习惯和舒适感觉的事情，甚至是自己原本不愿意尝试的事情。这是每个成功路上的人都会遇到的重要挑战，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而不愿意承担风险或者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举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后回家看电视，而你的梦想是创办自己的公司，那么成功的道路就需要你违背已知的恐惧，离开这种舒适的放松时间，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你的梦想。这可能意味着学习新的技能、寻找投资、和陌生人建立联系等等。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领域，接受失败，并将其视为成长的机会，因为他们明白，只有通过超越已知的限制，才能真正取得巨大的成就。最后，若真要说还有什么是成功的障碍，我想说的是心态。举个例子，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他本来是我想要找的创业伙伴之一，但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他却步了。当时他想揪我一起去买台 Altis， 后来没过多久，他买了一台奥迪，对我说是对自己投资获利的犒赏。后来辗转得知，这是他外公过世后分得的遗产。这时我在想，他图的是众人新鲜的眼光吗？这笔钱又不是去偷去抢，承认这些又不是这么大问题。但比起这种虚荣心，我更看重的是责任。一个连自己都骗的人，是不能寄予厚望的。而这种人一多，相关伪经验分享出来后，就渐渐影响了很多人成功很容易的假象。但是我也能告诉你，那些人并不是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富足是当你成功后，当你静静的回想你成功的每一个历程，你是会笑住流泪的。下一集我会分享帮助朋友们找到事业成功和个人满足之间的重叠点，从而实现有意义的生活和职业。而这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人们应该专注于他们真正热爱、擅长以及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性的领域。别忘了点赞及订阅及分享。我是小泉子，谢谢你的收看，朋友们，我们下一集见。